大家好，娘炮单改这些个话题，去年我已经聊过了无数回的了。那么党媒、官媒、官老爷，为什么在进入到了2022年之后，突然之间居然老话重提了，裹脚布重裹了，再次的被单改剧的棺材板钉上了最后的一口钉子呢？如果您一路都在寻求着生命当中的温暖，或者一路都在好奇着赵丽颖、王一博在各种突如其来的风霜雪雨当中，为什么依旧可以初心不改、温暖本真？那么追求阳光、温暖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温暖不是永恒的索取，而是心火的燃烧，而是热血的互动以及脚下的行动。首先，熟悉本频道的您都知道，我对于 LGBT 以及 BLT 等等的思维模式、权力组织等等，一向都是敬而远之的，因为我的骨子里面就是一个传统的人。我选开放包容的社会，但是拒绝少数人的利益凌驾于多数人的沉默。我喜欢畅所欲言的空间，但是非常的抗拒各种信息轰炸强加于人的花式的洗脑。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表达。只要不是那种但凡意见不同就要上纲上线去定性去打击成为一己仇敌的那种野蛮斗争的模式，放飞每一个人的思想，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的进步，其实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只有利而没有弊的。因此吸引我对于那些鼓吹耽美、花美、男、鲜肉、娘炮的煽情单改剧，即便可以信手写下100来个拒看的理由，但是我也不会大张旗鼓的去贩卖仇恨和绞杀的思想的。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健康社会生生不息、活力四射的生命力所在了。现在好了，碾死单改剧的另外一只革命性的鞋子，终于在2022年的年初正式的落了下来。2022年的1月6号，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胜利的召开了。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杨硕在会议上指出，要全面叫停偶像养成类的网综以及单改题材的网络影视剧，要认真的开展网络影视剧、短视频、直播领域的专项的清查工作，要着力去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文化空间，要开展建党100年网络安全大检查，要推进平台经济、反垄断等等。所有的指示都是非常冠冕堂皇的裹脚布一般的语言了。也就是说，网络平台不能再次的成为法外之地了，不能再次的自己说了算。以后呢，平台也是要光明正大的姓党了，这才安全。所谓单改剧，众所周知，就是从耽美小说改编而来的影视剧。耽美小说主要以描述同性恋情为主，尤其是男同爱情，所以呢又被称为 BL， 也就是说 Boys Love。 耽美小说或者说动漫本来只是小众文化里的一支而已，而经过互联网的反复的传播，这些年来许多耽美文化突然之间就大热了起来，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追捧，也为影视剧的发展做足了前期的铺垫了。从2015年的一部《逆袭之爱上情敌》开始，
耽改剧就有了井喷发展的那一种雏形了。而在2016年，中国网站上就连续的上映了7部耽改剧，其中《上瘾》还没有播完就被广电总局勒令停播了，剩下的那些没播完的部分，出品方就巧妙地转移到了 YouTube 等境外的影音网站上去播放了，算是巧妙地杀出了一条灰色的血路出来了。2018年，《镇魂》的大热终于让耽改剧成功的出圈了。《镇魂》则捧红了白宇和朱一龙这2个人，而白宇和朱一龙也成功的凭借着这部作品大红大紫了起来，吸引了一大票镇魂女孩的拥趸。跟着呢，白宇跟着就活生生的闯出了一条演技出圈的青云之路，出演了很多口碑上的佳作。最后呢，他凭借着《沉默的真相》最终获得了中国电视好演员、优秀演员的最终的光荣的称号，转型算是宣告成功了。2019年，《陈情令》再次的证明了耽改剧庞大无比的市场的效益。那一年，《陈情令》彻底的捧红了肖战和王一博。肖战和王一博当年都是偶像出身的，演技方面都是新人，但是呢，这2个人的颜值气质都非常符合年轻女性的审美观。就这样，《陈情令》终于彻底的出圈了，而且呢，还在欧洲、北美、新加坡等等的地方圈粉圈地热力播放。《陈情令》的这种成功，同时也让资本们看到了更多的商机了。于是乎，去年刚刚过完年，《山河令》就大热的空降下来了，而且没有任何的宣传就直接的引爆了当年的耽改话题了。豆瓣上的评分也一路上升到了 8.6 的高分。和《陈情令》不同的是，《山河令》选用的是科班出身的影视演员担任了主演，在确保古装剧质量上的大前提下，此举也同步的提升了观众们的观剧的门槛。这种连番的操作无疑非常的厉害。精良的制作同时也融入到了一种舞蹈风格的武打动作戏，还有那些含金量十足的台词，都让很多人看得大呼过瘾。于是乎，有人看到了江湖，而另外一些人则看到了救赎。山河令捧红了龚俊、张哲瀚，当时就连龚俊穿过的一件古主戏服，居然都被拍卖到了20万之巨了。这种的疯狂算是完胜了。正是因为《陈情令》和《山河令》这2部耽改剧的大火，导致了国内越来越多的影视剧工作者都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耽改的作品了。各大平台也都迅速的掌握了这个流量的密码了，跟着呢就是大力的制作、拍摄和催谷相关的耽美剧。一时之间，正在制作或者说火热跟进的耽改剧井喷出了59部之多，男搭档的男主角也都跟着翻了一番了，合共118位了。依靠《山河令》这部剧，库真的是赚翻了，赚足了。结果呢，正所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做人留一手，背条后路走。结果平台乐极生悲了，因为营销过度了，热度过高了，被对家刻骨铭心了，怀恨在心了。吃绝户的江湖的传闻甚嚣尘上，于是乎张哲瀚毫无意外的被意外的射死了。跟着呢，耽改剧全军覆灭了。跟着呢，在2021年的9月16号的这一天，中国国家广播电视台总局开会强调说，
坚决抵制单改之风等等泛娱乐化的现象。这个强调一出，瞬间就让那些准备以单改影视剧作品大赚一票的影视工作者们彻底的傻了眼、震了惊，也无了语。如今单改剧被全面的叫停，《山河令》算是搭上了尾班车了，算是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了。然而呢，是喜是悲，恐怕只有龚俊笑得最欢了。历史从来就没有任何的假设的，那些踩着红线去跳舞的双男主剧，个个都出师未捷身先扑了。浩一行张公案原本在2021年的中旬的时候就已经打算抢砸圈钱，兴奋出击了。因为当时备受好评的《山河令》所掀起的那种滔天的热度还没有过去呢，这个时间点出击播出的话，绝对是合适的。结果呢，一损俱损，大家伙一起损手烂脚了，一起陷入到绝望当中了。现在的政策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一点大家伙其实都知道，只是所谓有需要就会有市场，即便你把所有的市场都给封堵死了，其实需要还是明晃晃的摆在那儿呢。这其实是非常矛盾的那种存在和绞杀了。说白了，单改剧怎么去折腾都是钱作怪而已，它最终还是会被市场选择性的去淡忘的去遗落的，根本就不需政策上的一刀切的断了命根儿。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原因有三。第一，这样垂直属性的影视剧作品毕竟适合的只是小众的人群，即便是精品也根本就带不动整个的赛道。第二呢，这些小众的题材创作的空间和提升的空间都是非常有限的，存在既议正义，这本无话可说。第三，单改剧与宫斗剧不同，单改剧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算是在有争议的声音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呢，说白了，即便是发展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依旧是没有占据主要的话语权，更没有被主流所接受到。跟着呢，就更好玩了。1月8号，知名的编剧大嘴的汪海林开心的发文庆祝单改剧被叫停了。跟着呢，他继续的痛批当前单改剧盛行的不良的风尚，直指是对青少年推销腐文化，是让中学生沉湎于其中，是对下一代人进行丧心病狂的侵蚀。汪海林再次的告诫单改剧走出来的那些明星们，应该尽快的转型，去消除影响。关于他的大嘴，我也专题的开篇探讨过了，相当的有趣，欢迎您自行的回顾一下那些他与王一博与肖战的恩怨情仇，个中的细节非常的带感。跟着呢，这种喜大普奔的带风向的操作，让一些人直接的炒作开来了，炒作那些更加深入的封禁的话题了。例如说，直接封杀男 CP 的超话，跟着呢，建议就直接把陈情令下架处理算了。在新闻我看来，这种纯属落井下石的碎嘴的操作，注定都是国家所允许的射程范围之内。至于伤害能有多大呢，就不得而知了。总之，现在可好了，原本让艺人们多重的押宝、快速的出圈的这条路子，都被一一的封死之后，那么时代证据不期然之中，就成为了唯一安全的一座独木桥了。然而呢，在新闻我看来，
时代证据是拒绝想象力的那一种，因为又红又专的思想的套路，让人很难制造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各种的惊喜感，甚至触动到一些人类原始的由内而发的泪点出来的。因为时代证据从剧情一开始就能够一眼就看到了结局了，而且还不允许超出思想框架的想象和激情，一定要都是歌颂党、歌颂国家、歌颂国家领导人智慧的等等的伟光正和幸福体。而那部我提到过无数回的时代证据，或者说证据之王长津湖，更是以一敌百，团灭美帝的革命畅想曲。剧中的每一个勇敢的中国人都是果敢坚强、超人附体的，因此呢，压根儿就不需要各种人类正常的想象力去发挥了。因此，功能性洗脑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的刚需。因此，长津湖的亲弟弟那部《水门桥》也注定会是中国电影史上下一个刷榜最强、票房最强的零想象力的时代大片了。可以说，耽改剧寿终正寝，算是娱乐江湖的恶质化、同质化的竞争的完美的牺牲品了。娱乐圈盛行的那种要死一块死的各种砸锅的行为，算是给最高的主管部门平添了许多可以甩出社会主义铁拳的正大光明的理由了。只是大家伙都注定想不到的是，这部僵而不死的《山河令》居然还傲娇的上榜了2021年剧集百度指数排名榜。这种诡异和烧脑，只有全世界最没有道德下限，然而呢，却又拥有了国家机器保驾护航的百度能够做得出来了。话说，百度指数是衡量一部电视剧是否火爆的重要的指标之一。这次2021年剧集百度指数排名榜，一共有50部电视剧上榜了。排名前10的电视连续剧当中，只有排名第1的《扫黑风暴》，以及排名第4的《你是我的荣耀》，还有排名第5的《风起洛阳》，是由时下1等1的顶级流量所主演的。从目前的影评分数上看，《扫黑风暴》是 7.2 分，《你是我的荣耀》是 6.8 分，《风起洛阳》是 6.5 分。而同样是顶流担当的实际凶手，分数是 6.3 分，榜单中的排名是第40。而刚才所提到的《山河令》，分数是 8.6 分，榜单中的排名是第28名。因此，在新闻我看来，其一，这个百度指数和微博热搜的参考的维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其二，强悍的流量依旧能够让网剧有资本去比拼一下上星的。其三，影评 5.7 分的《雪中悍刀行》居然明晃晃的排名到了第3位。只能说有些人通过了某种技术的手段刷高了自己的百度指数，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投资人在前景暗淡的日子当中，只能是盲人摸象了，只能是越来越依赖于这种雾里看花的百度指数来做最后的投资决策了。其次，堪称现象级事件的那部影评高达 8.0 分的《御赐小仵作》居然排名垫底了，这又证明了什么呢？这证明了去年真的是个诡异的年份。这个爆红的剧目单纯引发观众的围观其实是没有用的，
广告加上软文的投放，才是百度指数真正的衣食父母了。所以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无论流量还是单改，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都是政策狂潮下的一片叶子，或者说一叶孤舟。任何惊动人间的娱乐大事件，都是在社会主义铁拳的牢牢的掌控当中了。大家伙的欢喜快乐都别想太多了。时代证据现在已经是独木桥般存在的大势所趋了。这样一份的迷茫，不但属于观众，也属于大大小小的艺人们，更加属于那些豪赌身家之后，突然之间转身发现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大小的资本们。各种娱乐圈整改和严打的风暴之下，唯一的赢家无疑就是那些两头卖乖、两头得好处的百度之流了。或许哪一天，当王一博、赵丽颖身穿一身笔挺的戎装，英姿飒爽的合体站在了朝鲜前线的时候，您千万别意外。那个场景可能就是属于时代最热的英雄儿女的桥段了。或许以后所有有匪那些浓情蜜意、双宿双飞，都会化成了向我开炮的山崩地裂和豪言壮语了。这么样的革命豪情和宏大的场景，您愿意看到吗？好了，说到这，您如果深深陷入到了新闻我所编织起来的这些胡思乱想的混沌当中的话，不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平安是福这4个大字。因为现在当官方彻底敲上单改剧棺材板最后一口钉子的时候，就已经明晃晃的昭告了整个的世界一个最后的真相了，那就是让娱乐圈百花齐放的想象力终将被清零了。而那些同样属于胡思乱想的古偶剧、蜻蜓剧的最后一口气也不好说了。所以呢，对于正能量的艺人们而言，且行且珍惜，且爱且珍惜吧。2022年依旧是平安是福。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云粉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冲奖，都特别的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温暖和互动，都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阳光、水和空气。这些点点滴滴积聚起来的能量，穿越起了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既是萤火，也会是霞光，既能够点亮整个的黑夜，也同样能够带来更多的希望。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的输出体，您同样也是。您的爱和祝福都是注入到云彩当中的小溪流。所以呢，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的，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